持续4年的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2项行动即将在7、8月份结束。美方宣布启动对相关法定复审程序。近期由于通货膨胀压力陡增，美国国内有关减免对华加征关税的呼声再起。在中美经贸领域出现新动向的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4发表讲话，概述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这是拜登上台1年多后首次正式公布对华政策，或将成为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观察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周2发表声明称，正就是否延长2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行动征集公众意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表示，已经通知大约600家相关美国国内行业代表，告知他们相关关税可能取消。这些行业代表也被告知可在近期申请维持加征的关税。该办公室将依据申请对相关关税进行复审，包括对美国经济及消费者影响。复审期间将维持这些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1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政府将采取一切政策手段以抑制物价飙升，暗示削减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将在考虑范围之内。近期，美国国内有关减免对华加征关税的呼声再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辛格日前表示，美国对华加征的部分关税缺乏战略目的，联邦政府可降低对自行车、服装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以帮助抑制物价上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也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仔细研究对华贸易战略，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是值得考虑的。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此前表示，美方单边加征关税措施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不利于世界。在当前通胀持续走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挑战的形势下，希望美方从中美两国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根本利益出发，尽快取消全部对华加征关税，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即使现在假如正式启动，到落实也相当的过程。那么毫无疑问美国总的对华的这个敌视态度，总的接近全面的挤压、逼迫孤立中国的这个措施，在所有各个关键的领域，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尽管我们预料早晚会开始进行，但是这个过程会继续有所拖延。美国政府近期频繁释放削减对华关税的消息，这与当前美国险象丛生的经济数据有关。目前美国面临严重通胀，3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5%，刷新40多年来的纪录。美国商会呼吁减免关税，认为这一措施有助缓和通胀、经济停滞以及供应链持续受阻的影响。有美国专家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指出，拜登政府忽略了贸易自由化对缓解通胀的作用。若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可以令消费者价格指数降低约1.3个百分点。认为拜登政府应采取一切措施降低通胀水平，稳定通胀预期。《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拜登政府内部就取消加征关税措施存在分歧。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支持减免部分关税，舒缓通胀。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等就认为，要保持关税压力，继续尝试推动中方改变美方认为的所谓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有贸易专家分析称，美方最终会根据自身需求调整关税政策，例如提高科技或关键产品的关税，但降低日常消费品的税项。通胀高企的同时，美国第1季度的经济数据也敲响警钟。美国商务部4月28日发布报告称，美国经济在2022年初萎缩1.4%，从2021年第4季度的增长6.9%戏剧性下降，低于分析师预测的1.1%的增长。这也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美国 GDP 的最差表现。而在2021年，美国 GDP 同比增5.7%，创1984年以来的最高值。美国商务部认为，贸易逆差扩大、库存投资疲软、政府支出减少是造成 GDP 下降的主要原因。英国金融时报分析，不断上升的贸易逆差拉低了美国 GDP 数字。随着进口量和价格飙升，美国3月贸易逆差创下历史新高。强劲的进口需求以及贸易逆差的变化共同削弱了 GDP 的增长。
虽然拜登在数据公布当天对媒体表示，他并不担心美国会陷入经济衰退，但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的调查，美国社会目前对经济的信心极低，有高达42%的受访民众认为国内经济状况糟糕，且有76%受访者担忧美国经济正在恶化，经济表现直接影响拜登政府的稳定。CNN 指出，美国总统首个任期的中期选举大多对所属政党不利，而当总统本人的支持率不高时，结果通常会更糟。有分析指出，虽然总统是美国最有权势的职位，但其能用来刺激经济的手段却相对有限。加上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已剩下不到200天，为了稳固选情，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税问题上做文章是合理的选项之一。总的来看，拜登政府开绿灯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对美国供应链造成影响的大小，以及是否能让美国减轻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依赖。因此，从本质来看，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其实与特朗普政府并无本质不同。美国正在这个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的操作，主要以中国为对象的减少对华贸易依赖程度的所谓重组供应链。所以总的来看，即使有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减免这个事态的发生，那么美国在贸易和技术阵线上对中国总的来说仍然采取这个遏制这个和这个相当负面的态度。在贸易领域频繁提及中国的背景下，拜登政府即将首次系统地公布其对华政策。当地时间周二，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将在亚洲协会概述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日前报道，布林肯将强调拜登政府现有的对华政策是根据上一届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的，并将概述总体战略，而不会讨论细节。拜登政府上任1年多的时间里，始终缺乏正式的对华战略，这也成为共和党人的攻击点。今年2月，拜登政府曾提出一项印太战略，其内容包括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的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应对所谓的中国要建立地区势力范围的企图。但专门的对华战略则因俄乌冲突的爆发而陷入停顿。总局没有变化，因为在这个印太地区凑合各种力量从军事、外交、经济、意识形态这个社会交往等各方面。这个拉拢尽可能多的，不但是盟国，还有其他国家，来组织这个近乎是全面的这个遏制中国的阵线，这已经是这个非常明确的基本政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多次强调，当前亚太地区总体保持和平、稳定和发展的局面，值得各方倍加珍惜。希望美方顺应亚太国家和平、合作、共赢的共同呼声，在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时，尊重亚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文化价值，遵守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以实际行动落实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摒弃冷战思维和印太对抗小圈子，多做有利于本地区和平、发展和繁荣的事，而不是相反。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二报道称，美国和西方官员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5月9号阅兵日对乌克兰正式宣战，而俄方表示对乌克兰采取的是特别军事行动，避免使用战争的说法。在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当天举行阅兵是俄罗斯的传统，为何美西方这次要将此与俄乌局势联系起来？那么俄方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庆祝2战胜利的日子升级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1日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不会赶在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前人为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观察指出，这明显是在回应乌克兰媒体此前的报道。此前，有乌克兰军方人士向媒体透露称，根据乌方情报，俄军队被告知必须在5月9日之前结束战争，但美方的判断显然与乌克兰军方的情报相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西方官员一直以来都认为，普京将借助5月9日这一天的象征意义和宣传价值，宣布在乌克兰的军事成就，或者明显升级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目前，俄罗斯正在积极筹备5月9日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但这一传统正成为美西方抹黑的对象。拉夫罗夫外长说，不会以
特意安排在5·9胜利日宣布某些新的政治动作，或甚至说不会在5·9胜利日之前，宣布停战。这也预示着现在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应该是一种稳扎稳打，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推进。一方面口水战不停，另一方面俄乌冲突仍处于焦灼状态。周二，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表示，俄罗斯空天军一天内使用高精度导弹摧毁4个用于探测空中目标的雷达站、6个弹药和导弹火炮武器仓库，以及1个美制反炮雷达。科纳申科夫指出，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军摧毁乌克兰146架飞机、112架直升机、696架无人机、286架防空导弹系统、2783辆坦克和其他装甲战车、316辆多管火箭炮、1255门野战火炮和迫击炮、2590辆特种军车。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强调，在乌外国雇佣兵不享受战俘身份。近日，乌克兰战场雇佣兵市场火爆，乌方设立专门的招募网站，并在利沃夫设立雇佣兵中转站。据称，已经收到2万多份申请，其中7000多人已经上前线。据报道，相关预算的很大一部分由美国买单，高达1100万美元。不过，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来自美国的私人军事公司黑水公司赚走了。黑水公司号称第2美军，事实上，其军事教员及雇员基本都来自退役美军，美国国防部是其重要客户。但有报道称，不少走上俄乌冲突前线的雇佣兵也是被骗来的。近日，俄罗斯国防部就发布了一段视频，其中一名名叫安德鲁希尔的英国籍雇佣兵就表示，从未拿到过1分钱工资。周二，欧盟再向成员国提出第6份制裁俄罗斯方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将在6个月内完全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作为反制，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针对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不友好行为采取报复性特别经济措施。俄罗斯外交部还宣布了对日本的制裁措施。当地时间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在当天发布第6轮对俄制裁方案，其中之一即是在石油领域制裁俄罗斯。他说，做出此项决定并不容易，因为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能源领域高度依赖俄罗斯，但欧盟认为必须这样做。此前，欧盟已经对俄罗斯实施新技术封锁，阻止俄罗斯产业升级换代。The 6th package of sanctions, already in the first package of sanctions, since the first package of sanctions, we have targeted Russia's energy sector. We made clear that they do have no access to the new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so they cannot upgrade their energy sector. 为最大程度减少石油禁令对欧盟及世界经济秩序造成的影响，欧盟计划在6个月内有序地禁止所有形式的俄罗斯石油进口。但分析指出，欧洲的想法十分幼稚。假如俄罗斯要反制，立即停止对欧洲石油出口，就将重创欧洲经济。按照欧盟规则，任何制裁提议都需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生效。预计欧盟成员国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对欧盟委员会的第6轮制裁方案进行表决。但有欧盟官员透露，一些成员国可能会寻求退出对俄石油实施禁运。例如，高度依赖俄石油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可能需要有多几个月的过渡期。根据国际能源署数据，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去年消耗的原油和石油产品分别有 96% 和 58% 从俄罗斯进口。欧盟的总体石油需求 26% 靠俄罗斯供应。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出口的大宗商品是天然气，并不是石油。欧洲去年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程度超过 40%， 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一直不敢轻举妄动。欧盟这次表示，将在本月中宣布减少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详尽计划，希望在年底前将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减少2/3。除了接触其他天然气出口国，也会使用可再生能源或节约能源方式代替天然气。有分析指，即使欧洲急于摆脱俄罗斯天然气，但目前可替代方案的可行性不高。事实上，欧盟在多番制裁中一直为俄罗斯能源出口保留了后门，包括最新一轮制裁中仍未涉及天然气方面的相关制裁。在 SWIFT 禁令中，还屡次放过作为天然气交易结算银行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
有数据显示，俄罗斯通常每年向欧洲供应1500亿至19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需求。此前，欧盟试图将目光投向天然气资源丰富的非洲国家，试图通过其替代俄罗斯天然气。但天然气输送需要建造跨区域和洲际管道，或者依赖昂贵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这些都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且建设周期很长，无法解决燃眉之急。俄欧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能源依赖是极其高的，使得欧洲国家在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的能源。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波兰等东欧国家出现了能源短缺的问题。这种将全球经济政治化的这种趋势，实际上是不利于俄乌冲突的解决，也不利于全世界的经济稳定和发展。俄乌冲突以来，美国不断和欧洲盟友加码对俄制裁，并持续扮演拱火角色。周二，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亚拉巴马州特洛伊市武器生产工厂时表示，美国正在与盟友及合作伙伴一道为乌克兰提供支持，包括支援武器等。据悉，自俄乌局势发展以来，仅美国就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而拜登也要求国会近期批准一项330亿美元的追加拨款法案，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用于武器。To make sure the United States can continue to send weapons directly to the front lines of freedom in Ukraine, and to continue to provide economic and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to help the Ukrainian people. 乌克兰方面近日则重提中立地位问题，受到外界关注。乌通社周二则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话报道称，只有在获得国际安全保障以及俄罗斯对安全保障认可的前提下，乌人民通过全民公投，乌克兰才能寻求中立地位。观察指出，与前阵子乌方拒谈中立地位的立场相比，乌方态度似乎有所软化。也有观察指出，乌方此举意在刺激美国和北约向其提供更多的武器，因为后者的目标显然是想通过将冲突长期化来打击俄罗斯经济。为了让俄罗斯付出代价，他就必须持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那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些援助已经发挥了作用，实际上也证实了西方希望利用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对乌克兰的军援拖垮俄罗斯，这个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此外，针对近期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十分冒头，并积极游说多国倒向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的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周三宣布，将禁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日本外相林芳正入境。一同被列入黑名单的还有日本财务大臣、防卫大臣和法务大臣。俄外交部表示，日本政府对俄罗斯发起前所未有的反俄行动，发表不可接受的言论，其中包括诽谤和直接威胁。日本政府在采取实质性措施破坏与俄睦邻友好关系，损害俄罗斯经济和国际地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二还签署法令，采取进一步反制行动，禁止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不友好国家、企业或个人出口俄罗斯产品和原料，限制俄方和他们交易。该法令指示俄联邦政府10天内确定措施涉及的人员、交易活动的标准和明细清单。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美国媒体释放消息说，5月9号俄罗斯可能进行战争动员，那对此您有什么观察？5月9日是俄罗斯的胜利日。今年之所以各方都关注这一时间节点，就在于俄乌冲突是在5月9日扩大还是缩小。美国媒体的报道只是一些专家的推测，并没有确切的信息或者根据。在我看来，这是媒体的一种话语权，关于俄乌战事话语权的争夺。在2月24日之前，西方媒体和官方就多次散播了开战日，甚至精确到了小时。这是对俄军的极限的测试和施压。这一次套路也是差不多，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西方可能获得了某种情报或者信息，俄方有宣战的意向或者可能，如同2月份一样。当然，这也有可能涉及到俄罗斯的信息泄露的问题。第二种可能是对俄方的心理战，如果要保持目前的冲突规模和水平，西方现有的军事援助规模差不多可以抵消俄军的优势，而一旦俄军进行战争动员，那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的规模和水平将会有比较大的升级。更重要的是，还要关注到核战争风险的问题。而俄罗斯方面释放出的信息则不会因为胜利日而改变特别军事行动的计划。拉夫罗夫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我认为这其中释放出的信息就在于：第一，俄方没有宣战，并且进行全面战争动员的可能，还是保持在特别军事行动的水平上。在胜利日进行宣战或者战争动员有2个比较明显的风险或者障碍。一方面，宣战对象是谁？如果只是乌克兰，那就透露了俄军作战不利的迹象，同时打破了俄军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和根据，以战争的方式来对待同一民族的兄弟，这很难解释得通。另外一方面，胜利日是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盛大节日，是苏联的卫国战争。如果对乌克兰用兵，那如何与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如果宣战的对象是北约的话，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扩大，这与之前俄方的表态又难以兼容。第二，拉夫罗夫没有将胜利日与俄乌战事的形势捆绑在一起。一方面，这意味着俄罗斯在5月9日按计划举行阅兵仪式。我个人认为，整体来说，从4月18日以来的顿巴斯战役，俄乌双方大体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双方各有攻守。俄军的战线大为收缩，但是力量还没有足够的集中，也没有发动具有会战效果的大战役。俄法2国领导人通话，普京表示对会谈持开放态度。那您怎么看现在的谈判形势呢？马克龙连任之后再次与普京通话，双方谈了2个多小时。从释放出的信息来看，双方难以在停火等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更多的是各自表述了立场和观点。在人道主义走廊、粮食出口等一些议题上，或许有一定的共识。在当前的态势之下，谈判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俄乌双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状态和目标，也就是说，战场的态势到了另外一个均衡点，或许谈判才能够进行下去。普京所说的对会谈保持开放的态度，并不代表俄方现在会做出什么让步或者妥协。从俄乌双方来说，彼此的目标相差甚远。对乌克兰来讲，这是一场卫国战争，甚至是立国战争。当然，并不是说乌克兰之前不存在，而是说这场战争代表着乌克兰国家的重构。军事以北约的标准，政府模式可能靠近欧盟的标准，这意味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分道扬镳。泽连斯基总统对乌克兰的中立态度有更加明确的说明。只有在获得国际安全保障以及俄罗斯对安全保障的认可前提之下，乌克兰人民通过全民公投，乌克兰才能寻求中立的态度。除此之外，乌克兰的目标是保持领土完整。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是回到今年2月24日之前，还是2014年之后，亦或是1991年的状态？虽然乌克兰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这个目标只有一定程度达成，乌克兰才有更大的动力去谈判。而现在俄罗斯的目标更加集中于占领更多的领土，从顿巴斯、马里乌波尔再到奥德萨，再加上克里米亚半岛，如果连为一体，乌克兰就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另外呢，俄乌之间的战事会升级，乌克兰未必会派士兵进入俄罗斯，但是无人机等攻击手段可能会出现在俄罗斯境内。除了军事战场之外，经济战也在不断的升级。欧盟在准备第6套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禁止俄油进口。欧盟成员国内部呢也有分歧，但是升级对俄经济制裁，切断俄罗斯能源收入是大趋势。泽连斯基多次抨击欧盟进口俄罗斯能源就是向俄罗斯提供战争资助，而普京也签署了总统令进行反制裁，因为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实力和水平不对等，难以采取对等的制裁措施。比较有力道的就是禁止俄罗斯的原材料出口。俄乌战事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乌克兰的损失可能会超过5000亿美元。好，谢谢孙新杰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5月开始不到1周，日本就摆出首相、外相、防相3相齐出的架势，意欲何为？与此同时，岸田政府借机大力炒作周边安全局势，加速推进修宪。已颁布75年的日本和平宪法会就此终结吗？陈斌、刘德海在线解析。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政府在外交领域异常活跃，不遗余力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吹鼓手。5月开始不到1周，就摆出首相、外相、防相3相齐出的架势。而作为报酬，美方也宣布邀请不是北约成员的日本参加6月份的北约峰会。
与此同时，岸田政府也借机大力炒作周边安全局势，加速推进修宪。不过，对于和平宪法，一些日本民众是有感情的。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东京等多地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尊重和平宪法。当地时间周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结束对印尼、越南和泰国的访问后，抵达意大利罗马。周三，岸田文雄与教宗方济各举行会谈后，还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会晤。様々な理由から G7 と同じ対応をしていない国、これは相当数存在いたします。こういった国々とできるだけ意思疎通を図っていく。实际上，岸田这次亚欧5国之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游说相关国家在俄乌问题上倒向美国。岸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访问欧洲就是要向欧洲方面通报亚洲之行的成果，但在游说印尼、越南和泰国制裁俄罗斯方面，岸田接连碰上软钉子。日本是亚洲唯一的7国集团成员。日本共同社报道称，在意大利，岸田将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将重点讨论将于6月举办的7国集团峰会，议题包括支援乌克兰对俄制裁在内的今后应对等。但意大利在对俄制裁方面并不活跃，甚至在岸田来访前夕，意大利前外交官马克·卡内洛斯还撰文称，西方不应在面对俄乌冲突时陷入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狭隘思维。他指出，意大利应该坚持独立外交政策，要做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桥梁，争取为局势斡旋发挥关键作用。岸田访问欧洲的最后一站是英国，这也是他此行最重磅的行程。因为就在上周，英国外交大臣公然宣称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北约。We also reject the false choice between Euro-Atlantic security and Indo-Pacific security. In the modern world, we need both. We need a global NATO. 与英国抛出全球化北约一唱一和的是，日本近期与北约互动频繁。4月底参加了北约的网络军演。另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日本政府决定今年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其中包括将防卫费用预算占 GDP 的比值与北约看齐，达到2%。自民党方面提出，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绝不允许有丝毫的犹豫。分析指出，从日本的战略野心来看，右翼政治精英一直想在亚太乃至全球领域扮演更大的安全角色，而与北约走近是一条捷径。而北约作为一个以军事对抗为主要目的的冷战军事集团，在苏联解体后本已丧失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不断强化与俄罗斯对抗，以达到延寿的目的。但如何更积极站队美国的印太战略，成为北约的目标。而此次俄乌冲突中，日本积极站队美国，这似乎让北约感觉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借口，与日本一拍即合。俄乌对日本来讲的话呢，既是危机，也是一个机会啦。日本就感觉到尤其是欧洲现在加强跟亚洲国家的合作日本就有这个机会来在这个地区发挥它的日本人所认为的领导的角色，想要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强权的角色。在美国和英国等北约国家的推动下，俄乌冲突似乎成了北约亚太化的催化剂。他们一边通过渲染安全焦虑，一边将日本等国列为北约伙伴。上周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透露，日本将参加于6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这也为日本与北约之间进一步搞配合打下了基础。Japan has stood up in remarkable ways on the Ukraine crisis. When it comes to NATO, Japan, we're doing a few things. First, one of the things we have been advancing is increasing NATO focus on working with partners that are not part of NATO, including what we call the Asia-Pacific Four, and that, of course, includes Japan. 布林肯高调曝光日本将参加北约峰会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也许是舆论反响过于负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火速回应，声称日本对此还没有做出决定。但外界认为，既然美国已经邀请日本参加北约峰会，是大概率事件。而日本作为2战战败国，参加一个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峰会，这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宣布将于下周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与东盟特别峰会，但实际上东盟国家对此态度却没有美方预期的积极，菲律宾甚至拒绝参加。而这次岸田亚欧5国访问就包括印尼、越南和泰国3个东盟国家，大有替美国站台的意思。
但颇为尴尬的是，岸田到这3个国家访问，却反而凸显了东盟国家不愿选边站队的态度。越南最近在联合国审议涉俄决议时投下反对票，印尼拒绝西方要求，坚持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该国主办的 G20峰会。泰国则从未对俄有实质制裁措施。在东南亚，美国就非常的孤独，其实是只有一国这个新加坡表示了这个反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其他的几乎都不讲话。所以的话，这些来讲，日本就有它的协调的作用。日本想说，我是亚洲的国家，美国对它的依赖很重要，所以他想要在这方面发挥一下它的作用。他要去替美国当说客，希望东南亚国家要了解美国的这个政策。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的话也是想要跟这个印尼强化在这个海上防卫的合作。外界注意到，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异常活跃。除了首相岸田，日本近段时间可谓三相齐出。外相林芳正访问中亚，防相岸信夫则于周2起展开对美国的4天访问，期间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晤。对于日本政府近期密集外交的目的，就是借俄乌冲突实现自我松绑，为修改宪法第9条探路。5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当天，岸田文雄在一场修宪团体集会上发表了视频讲话，再度表达了修宪意愿，并打算在夏季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将修改宪法，包括在宪法第9条中明确写入自卫队列为自民党纲领的重点项目。现行的日本宪法于1947年实施，由于包含永远放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斗力量等条款，因此也被称作和平宪法。近年来，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政治势力一直试图修宪。岸田上台牵头成立自民党修宪实现本部，积极推进相关议程。宪法修正案需在日本国会2院或2/3多数，然后交由全民公决。但目前修宪势力席位仍未达到修宪最低门槛。进入21世纪，每一个日本的总理上来都要讲说他要修宪，到底是真的能够修到达到那个目标，或者是没有达到目标，那当然这个还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外界也注意到，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和日本政府不断炒作周边安全局势，日本民众对于修宪的态度也正发生改变。共同社周一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有50%的人赞成修改宪法第9条，48%的人反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意大利、英国，好像在致力拓展与欧洲的关系。那您认为日本在下怎样的棋呢？现在世界格局呢处在巨变之中，俄乌军事冲突加剧了变化的速度和复杂性，各国呢都在寻找自己的机会，日本呢尤其主动。我们看到呢，日本不仅与美西方的政策亦步亦趋，而且呢设法放大自己的影响力，试图成为亚太地区的主要玩家。日本呢有3个举动值得注意：一是跟随美西方制裁俄罗斯，从而显示呢自己是民主阵营的国家，要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呢有意参与到遏制中国和介入台湾问题的这个事务之中来。二是凭借第3大经济体的角色，试图在印太乃至全球发挥经济影响力，扩大市场，压缩中国经济影响力。岸田在东南亚的访问，既是为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游说，也是为自己呢开拓市场，包括试探军火出口前景。而他呢访问欧洲，在 G7 集团之中呢频频的亮相，也是旨在扩大市场，在高科技领域能够发挥作用。比如说呢，日本和欧盟就合作研究第6代移动通讯技术达成了共识，双方呢还同意在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网络攻击等方面协调一致。这些都说明呢，日本要和欧美在新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挤压中国的市场份额。3是日本在与美国强化同盟的基础上，加大与欧洲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契合力度，从而呢作为亚洲的代表，在价值观和经济上同时获得好处。这价值观和经贸技术的挂钩是值得关注的趋势，日本呢正在此方面积极的推进，是很值得中国警觉的。日本首相视频基于日本政界，希望尽早实现自民党修宪案。那您认为日本会摒弃和平宪法吗？这很有可能。日本自民党近年来一直为修宪准备，外围的障碍呢基本上清扫清楚了，已接近核心部分，也就是和平主义宪法第9条。
日本呢，在任何情况下都放弃将战争作为国家权力，将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那么修改了宪法第9条，日本呢就实现了所谓的正常国家，可以出兵作战，维护自己的利益。俄乌军事冲突也为日本修宪提供了借口。岸田呢在寄语中说，或许应该修改与时代不符的部分、不足的部分。他这么说的根据呢，就是新冠疫情和俄乌军事冲突，通过修宪和强军呢来防备这个紧急事态。那么从民意上看呢，最新的民调显示，目前有50%的人赞成修改第9条，这个48%的人反对。也就是说呢，赞成和反对修宪的是旗鼓相当。或许呢，日本民意会持续的变化，赞成修宪的人或许呢会更多一些。我个人的估计是，即便在岸田政府完不成修宪，那么在下届政府也可能完成，因为美国呢是特别期望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平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需要亚洲国家呢铭记历史，从外交上加以制约。一个军事上强大的日本，而且有发动侵略战争劣迹的日本，对亚太地区、印太地区呢增加了安全风险。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5·1国际劳动节期间，直播港澳台推出特别策划《凡人英雄》，讲述在援港抗疫中我们身边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在2万多名援港建设者的努力下，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应急医院、方舱、生活配套设施相继拔地而起，中国速度精彩呈现。迎难而上是一名中国军人的使命和担当。对于来自中建3局1公司的刘敏来说，此次来到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的建设现场，又是一次不辱使命的光荣经历。作为一名退伍特种侦察兵，刘敏将军人的铁血精神发挥在工地中，继续承担着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再往那边上去。刘敏来自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是一名退伍特种侦察兵。在部队期间，指导员曾为大家播放了香港回归的纪录片。从那一刻起，刘敏就对香港产生了深厚的情感。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和驻港部队进入香港的时候，他们说一句：“我们上岗，你们下岗。”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这个来回的交接虽然只是一句话，但是你感觉这是一段历史，告别过去的历史，然后重新回到了你内地祖国的怀抱，我觉得很让你热血澎湃。刘敏在部队上下铺的战友目前正在香港读研究生，2个人隔几天就会视频通话聊聊家常。有段时间，香港第5波疫情日增确诊数量一度突破5万例，这让他非常担心战友。后来，刘敏看到公司发布的建设援港医院召集令，他就第一个报了名。对他来说，这不仅圆了小时候的梦想，也让他有机会再次履行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你一开始想入伍，想的就是保家卫国，出自己一份力，然后到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你还是想第一个冲上来，出自己一份力，为香港同胞做一些贡献，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来到河套工地后，刘敏先后负责了后勤、材料管理、空调系统调试等工作。一次项目接到通知，突击队急需人手协助市政项目的建设，他又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带领13名工友负责3000余米的市政级排水管施工及1500平米的园林绿化。他们连续奋战了4天4夜，工友们2班倒作业，刘敏则一直盯守在现场，累了就在集装箱里窝一会儿。4天里，他总共休息了不到15个小时。刘敏说，2017年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发生时，他和战友们立刻奔赴前线，全副武装，子弹上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进行了长达1周的无休警戒。从那一刻起，刘敏就已经立志，无论面对多严峻、多艰苦的情况，自己都会第一个冲锋在前。退伍后，他的这股热血依然延续。曾经的军旅生涯让他轻松克服了河套工地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不管现在是白天晚上，天气好与坏，
下雨或者刮风啊，任何时候来到这个工地，能看到每一个人心里的状态、工作状态的这道热血和火热，每一个人都希望经济院赶紧建成，啊，提早交付，能为香港同胞早一天啊、早一刻啊带来帮助，都是我们值得非常欣慰、非常自豪的事。